Hello， 大家欢迎回来！非常兴奋的一集，韩国旅游战利品，整理了5个品牌。那它的睡裤呢，就是穿起来超级可爱，你就可以这样把它扣起来，瞬间变成是有腰身的那种。今年大家都一定要有必备的5分短裤，一看到我就是全拿，我居然直接在他们家买2双鞋，就是我的通关密语。只要你跟我说这是最后。这是最后一件，这是最后一双，非常兴奋的一集，因为今天呢要来分享我的韩国旅游战利品。噔噔，其实我买的更多，但是因为有一些就是比较难分类，我就没有把太琐碎的东西放在里面。然后因为我真的买的东西太多了，所以我决定就是今天呢还是用一点小主题，然后来一一介绍我买的这些东西。就是我这次韩国行买完了之后呢，觉得大家去韩国也应该必买的5个小众韩国品牌，总共呢整理了5个品牌推荐给大家。那这些品牌呢没有说到很便宜，就它不是那种超级便宜啊，什么几百块就可以买到的，就是每一个可能就是都稍微有一点小贵，但我觉得大家就可以参考一下。如果有你喜欢的品项呢，你又想要多投资一点钱在这个项目上，那我觉得你就可以参考看看。那在开始之前呢，也跟大家介绍一下我最近玩的一款游戏 Inzoy。Inzoy 呢是一款模拟经营类游戏，简单来说呢，就像是模拟市民类似的玩法，但里面的游戏自由度真的超级高，光是捏脚就大概花了我2-3个小时的时间，因为有非常多的细节可以选择，甚至还有发饰、美甲等等细节，可以打造完全是自己风格的Zoe。里面的人物互动呢，还有 AI 辅助，可以发展更多不同的Zoe人生剧情。试玩的时候呢，我朋友看我玩都觉得我超级狠，因为我自己本来是想要设计一个白富美，但游戏角色其实还是需要赚钱来满足基础生活的。于是呢，我就想出一个非常特别、属于我的Zoe的生活方式。那我们这边先不要进行道德批判，因为我们就是测试一个游戏自由度的玩法来玩。我选择让我的Zoe跟他的约会对象火速交往闪婚，但没想到对方在结婚的时候显示他整个惜家带眷，家里还有2个小朋友。我就一个很措手不及啊，根本还没有准备好要带小孩的心理准备，但立刻看到游戏里面可以分配家庭财产与房屋，就立刻把对方的财产归于我之后呢，也把对方的小孩移到我本来住的温馨小窝。所以呢，最后就是我们这对新婚夫妻住在这个豪华的大房子里，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但我又很调皮，想要继续挑战游戏的自由度，于是又想要和我现在的伴侣离婚，没想到真的也可以离婚。重点是呢，还可以请他离开这栋豪宅，真的太惊人了。所以最后的他的财产还有他的豪宅就全部都归于我了。然后呢，没想到我就这么快可以一个人悠哉的在大豪宅里面生活。但其实还是不建议大家用这么凶狠的玩法，因为 Inzoy 里面呢，它是有业力模式的，在角色死亡之后呢，有机会可以变成灵魂，所以会发生什么事情其实大家都不知道。劝大家还是不要在游戏里面做太多坏事。但是懒得赚钱又想要好好的经营自己的生活，该怎么办呢？游戏里面呢有内建小帮手可以帮助你一键富有，所以如果想要好好享受创作模式啊，或者是优渥生活的各位，直接靠这个一键富有按键就可以了，完全不需要用坏的方式来去获得别人的财产。那听到这边呢，大家一定会觉得游戏的自由度真的很高。如果很喜欢玩模拟类型游戏，或是像我一样喜欢玩模拟市民的大家，最近没事的时候可以玩玩看，说不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抒压效果。推推战利品环节，那我觉得首先呢，可以介绍一个我觉得应该说我最想要推荐大家的一个品牌，它叫做 Glowny。然后超可爱，它是韩国的一个主打睡衣那种居家服饰的，然后就是很舒适的那种材质的品牌。它就是在韩国呢有一些店面，然后它也有网络商店，它出的单品真的都超级可爱。那有一些女孩子，如果你是走那种，我觉得那种可爱，有一点可爱辣的类型的话，我觉得也是可以穿出门的。但我自己是
就身材没那么好，所以目前还不敢。但是我觉得在家里穿，自己看到心情也会很好。然后它这个是我其中买的一个配件，超级可爱，就是蝴蝶结的发圈。然后它的材质是有一点这种毛巾布，然后非常有弹性，所以你就是戴起来你在摸蝴蝶结的时候也会觉得非常非常的舒服。然后它的睡衣系列呢，我总共买了1、2、3、4、5。我总共买了6件，然后其中有一件已经被我穿掉拿去洗了，真的非常非常好穿，所以想要推荐给大家。其中一种呢，我买了3件，噔噔，蓬蓬型睡裤，它穿起来的感觉呢，我等一下也可以穿给大家看。它穿起来呢，就是会让你有穿那种蓬蓬睡裤的感觉，然后非常修饰你的腿型，所以你在家里的时候呢，也可以感觉到你自己的。就是看镜子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穿这种睡衣短裤的样子非常可爱，我自己也很喜欢，所以我总共就买了这个深蓝色海军蓝，然后还有买普通的浅灰色，然后跟这种小花色、白色的这种小花布，超级可爱。然后它是有分层的哦，就是它外面就是有一层。就是负责蓬蓬的部分，然后呢里面呢还有一层就是会保护不会让你的臀部整个露出来的这种内里，很赞。1、2、3，哦不，我总共买了4件，它还有蕾丝材质的，也非常非常的好看。蕾丝材质的了，是不是很美？是不是很美？然后它其实也是有一些上下身的睡衣。但是我自己是都买下身居多，然后上身呢，它就会有一些这种蕾丝的背心，那这种其实就可以就是外搭，你知道外搭你的就是上衣啊或者什么，穿起来就会非常好看。但是我觉得最主要好像就可以穿一下那个它的睡裤，给大家稍微看一下它的版型，然后也有这种蕾丝的。可以外搭或当内搭的上衣，总之它的官网里面有非常多种，就是这种非常舒服的上衣的材质。那我们就先来穿穿看，然后为了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搭配的完整性呢，我还自己搭配了一件上衣，但它的睡裤呢，就是穿起来超级可爱，还有这种蓬蓬的感觉。那其他件呢，可能就不特别穿给大家看了，因为其实它版型是一样的。我就是特别想要跟大家介绍这个品牌，因为真的非常的舒服。有的时候你在台湾逛街逛一逛，就会觉得好像大家设计都有点太像了。但是就是走到别的地区、出国了之后，有时候你去韩国啊、去日本，真的就会发现，就是有一些当地很特别的品牌，真的特别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逛逛看。然后这个 Glowny 的发圈，今年好像就是又特别流行发圈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大家也还是可以多备几个，这样子。应该也蛮可爱的吧。再来呢是今天准备的第2个品牌，这个品牌呢是那种日常穿搭系的，然后我很后悔，因为我没有买很多，然后我回来之后我就觉得天哪，我好后悔，我应该要再多买一点，因为真的它的这个品牌呢叫做 Groove， 然后它的风格呢虽然看起来很日常，可是它其实有非常多小细节都做得非常非常好看。然后呢，我只买了一套它的衬衫系的套装，然后呢跟一个条纹都全部都是条纹系列的，然后还有条纹的发圈，有非常多小细节。像这一件它是衬衫套装的裤子，然后其实平常应该也可以当居家服穿。然后你看它里面就有这个品牌的这种松紧带，非常好看。然后我现在来穿给大家看，然后跟大家讲一下细节在哪里。是不是整套超级可爱？给大家看到背面，它的背面也有做这个扣子可以打开的设计，所以大家如果背面有想有一些不一样的穿法也是可行的，是很好看。然后重点是呢，它侧边这里有做一个扣带，一个扣带设计的感觉，
然后呢，你就可以像我这边中间就没有扣，你就可以这样把它扣起来，然后呢，你的衬衫就会瞬间变成是有腰身的那种，两边都是有做的，所以其实可以束腰束到不行。所以它就是虽然说看似是简单的大版型的衬衫，但它其实可以做的变化非常非常的多。然后本身这间店呢，它也有在卖各式各样不同种的小配件，所以整个搭配起来，然后都会超级可爱又很有设计感。然后呢，我还要买一个这个品牌绑圈，我们就来试绑一下，来给大家看绑起来的感觉是如何。然后绑完之后可以拉一拉，这样子给它拉松，是不是就跟衬衫套装非常的搭配？然后再来第3个品牌呢是 Depend， 你看我真的没有办法每一件都穿给大家看，因为我真的买太多了。然后 Depend 呢也是应该是这么念吧 ，Depend。DEPOUND， 然后它也是一个日常系的，就是大家可以穿出门的品牌。但是跟上一个比较不一样呢 ，Groove 是有一点少女风格感的，它就是少女感比较重。但是 Depend 呢是比较轻熟系列的，它就是比较熟女风格，然后比较成熟，然后比较不会有那种甜辣的单品，所以两间的风格比较不一样，大家也可以参考看看。然后最主要是买下身，它有一些非常酷的下身的单品，我觉得穿起来很好看。第一件呢是这个，就是我觉得今年大家都一定要有必备的。5分短裤，然后它是5分的牛仔短裤，然后材质呢做得非常非常好，然后版型也很好看，然后前面它有一些这个压的皱褶这样，然后穿起来呢你的腿型呢就会非常非常瘦，就是今年非常流行的这种5分，然后呢整个呢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因为它前面有这个打折的这个关系，所以你整体看起来就超级修饰，然后你的腿看起来就好像就会很细，所以这种呢，你可以穿一个短筒的袜子，短筒袜，然后加一个运动鞋，就会超好看，或者是可以穿个靴子什么的，短靴，然后或者是到那种小腿靴，也都会很好看，然后整个就会很有气质，我超级喜欢，很赞。再来呢，我觉得应该是比较多人不敢挑战的贴腿裤，然后但是今年我发现有非常多品牌有出这个针织类型的贴腿裤，然后它就是真的会稍微比较贴一点，可是又不会像瑜伽裤一样很赤裸，直接整个那个，例如说可能内裤痕啊，或者是腿型整个直接跑出来。如果不敢尝试的大家，我还蛮推荐你们可以直接配大件的衬衫，就会整体来说会非常的修饰，就你上半身看起来宽宽的，然后这边贴腿呢就又会有出现腿的线条。如果平常要出门呢，就可以再搭一顶帽子。这顶帽子是我自己在 Polo 买的啦，不是韩国的战利品，是不是看起来就还蛮赞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其实好像不用太害怕这种贴腿裤的设计，就是因为像我自己也是肚子跟腰这边蛮有肉的，然后屁股这边也是蛮有肉的，但是如果有一件大宽松的衬衫，然后就可以遮挡一些比较害羞的部位，它就会非常的好看。再来呢，就是我觉得今年一定要有的一个单品，就是白色的圆裙。白色圆裙这个单品其实已经流行，今年应该是第2年了。然后，但是如果大家有看我 IG 的话，应该有发现我之前穿的可能都是这种膝上的，然后比较可爱型的。但今年呢，也出了一些膝下的长度，就是带有一点成熟风格的感觉，然后也非常好看。白色圆裙超级实搭的，你上半身要搭背心，要搭 T 恤，要搭衬衫，然后下面怎么穿，真的就是随便你，然后是非常非常实穿的一个单品。超级好看，一定要买！现在呢，终于来到了小物时间。今天要推大家的第4个品牌就是 WeGo，噔！然后这一间呢，它里面呢有超级多小物，然后它除了自己有出自己的小物之外呢，它也有跟宠物
不知道是跟宠物品牌联名还是怎样，所以我在逛这间的时候，就突然发现它里面有一些东西是我们家有的，就是我之前看到觉得很喜欢就买的猫咪的宠物的背带，然后跟一些宠物的水碗什么的。就太惊人了，居然在这次逛街的时候直接遇到他们店本人，所以我就又一个大爆买各式各样的小物。首先第一个就是发圈，怎么又是发圈？就是他们的发圈超级可爱，很 Q， 就是这个是一个樱桃图案的蓝格子，非常可爱。然后呢，这个是绿色白绿款小花。然后就也超级可爱的啊，然后都是这种大圈型的，今年真的很流行大圈型。然后再来呢，就是这个乳牛款，乳牛款也超级可爱。然后它是直接放在一个架上，然后所以我就是一看到我就是全拿，因为它可能就是3款嘛，就这样放着这样，然后我就这样全部拿起来。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个是发卷。发卷也超级可爱，很 Q 很 Q， 然后有大卷型的，然后也有小卷型的，我2种都有买。但我就想说，今天东西真的太多了，我就先拿小卷的给大家看。就是小卷的话，就可以卷一些刘海啊，或者是像是如果你的那个发顶，你觉得头发顶觉得比较塌的话，你也可以这样子。发顶蓬松教学时间。例如说，你今天想要走一个这样的侧粉，然后你希望你这边可以比较蓬一点，那你就可以先这样把你发顶的头发抓起来，然后这样子，看你要分哪一边哦，发要撑在你想要顶上去的那一边哦，这样子，噔噔。然后过一段时间呢，这个被顶起来的这个部分，它就会变得很有蓬松感。这也是整理头发方法的一种，推荐给大家，对不对？就会很蓬松，就也可以这么处理。看你是要弄刘海或弄发顶都可以，大圈的发圈。我还找到了这个小便当袋，超 Q， 超级可爱，超可爱。然后还有这个防爆开的这个袋子。其实这也是我买到了之后我第一次打开，好 Q 啦，好 Q。然后就是你就可以制作你自己的便当这样，好 Q 啦。然后重点是呢，它盒子上面还有写，就是因为大家可能会怕，就是这个材质，这个如果作为食物用途之外，有没有什么可不可以微波啊？然后耐冷耐热度是多少啊？然后它的包装上面都有写，它是可以用洗碗机洗的，然后它也可以使用微波炉，然后它的高温是到200度可承受范围，然后低温呢是-40度都可以，但是呢它是不能直火的，所以你是不能直接就是拿到瓦斯炉上面去，这点要注意。然后这个便当呢，它其实是有分大小款的，大款的话呢就是一个长方形这样子，然后小款的话就是这款比较正方形的。然后我自己就想说，我先买一个来试用看看，如果有喜欢的话，再来去买那个长方形的。反正两种大小推荐给大家，就是 Wigo， 我觉得必买，因为里面的东西真的太多，而且还有文具啊，然后什么室内拖鞋啊，然后睡衣啊、浴袍啊什么的类别超多。其实我买超多，然后只是因为我已经把行李箱收好了，然后有些东西已经不知道散落到哪里，但我觉得应该就看这几个东西就可以很显而易见的知道它是什么样的风格。然后最后的最后呢，是一个我觉得已经不算是小众了，应该算是一个有一点大的品牌，我还是把它归类在就是小众品牌里面，就是 Martin King。然后这个品牌呢，就是在台湾也买得到，但是应该就是价钱会比较贵。然后这次呢，我就是买了他们一顶帽子，就是这一顶咖啡色的，然后版型非常好看，戴一下。然后他们家比较有名的就是他们的帽子，然后跟他们的衣服，还有包包。包包应该是最有名的，因为他们的包包就是设计非常的特别，
所以有很多人背。然后我觉得帽子的版型也很好看，所以就是大家可以参考一下。真的超级意外的是，我居然直接在他们家买2双鞋，然后在我 IG 的穿搭里面都有。然后这一双呢是有一点就是像是马丁靴，好像也不算，有点像那种 Converse 那一种风格的鞋子。然后呢，它就是主要是用绑带的，但是侧边呢也有拉链，所以就也可以拉，穿起来超级好看，看就是超级可爱的。然后大概在小腿，大概到小腿左右，小腿下方一点点，然后搭配怎么搭都蛮好看的。再来呢，就是尖头的低跟鞋，它的跟其实就是微微的小低跟这样子，然后但是它的尖头非常非常的好看。然后我的 IG 应该已经有 po 一些穿搭照了，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直接去看我的穿搭的照片。然后它是这种后脚跟带的。后脚跟带的穿起来超级好看，然后而且刚好我去的时候，店员就说这尺寸呢是最后一双。那我对最后一双就是不可能抵抗得了啊，就是最后一双就是我的通关密语，只要你跟我说这是最后，就是最后一件，这是最后一双，然后你的尺寸只剩下这个，基本上我就会买。就是所以这2双鞋我就算是意外，因为我本来没有想过我会买这个品牌，因为这个品牌对我来说其实有一点太酷，就是我平常其实不是那么酷类型的女生。然后但是我觉得这个单品就是真的是这2种单品都是可以发挥我平常购买的那些衣服，他们是可以一起搭配起来的，我非常非常开心。虽然有点贵，但是完全不后悔。最后这个呢，我没有把它归类在5个想推荐的品牌里面，是因为就是我只有买1样，可是这一样我觉得也蛮值得推荐的。Minute Minute Mute。然后它是小众的包鞋品牌，然后它就有非常多就是蛮有设计感的皮革包啊，然后跟一些鞋款。然后这一款呢是我自己觉得我这次买非常非常好看，然后它就是有一点小贵，是真的有一点贵，所以就如果大家有想买的话呢，可能就是需要规划一下预算。然后它里面呢就是还有一个小的这个分隔的这个袋子。然后呢，还有一个小的拉链层，重点是它的这个形状，这种长形的，今年是真的也蛮流行背这种长形包的，所以如果大家想要有一些包包款式的灵感的话呢，就可以参考一下。但是因为有一点贵，所以我就没有把它放在我的清单里面。好的，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次韩国行战利品的5个大家必逛的品牌推荐。然后对，就大家可以自己再去看啦，因为他们有一些店其实也是有一些分店，不一定要都会在同一区，就你可能可以先做一下功课，看路线怎么安排，行程会比较顺。然后顺便说，我韩国排行程都是用那个 Naver Map， 比较方便一点，因为他们 Google 好像相对没那么方便，所以如果大家想要找的话呢，也可以直接在 Naver Map 上面搜寻，就可以搜寻到这些品牌。不知道今天影片剪起来会怎样，可能会有点短，但是因为一直换衣服真的有一点太辛苦了，我就真的觉得天哪，我一直这样子换来换去，现在就是有点微疲惫，但是我觉得应该是会很好看的。总之这些品牌跟一些春天的穿搭灵感，这一集大概就是这样子的内容，差不多休息了，等一下补拍一些产品细节画面。下一支影片应该就会是回归一些比较日常的部分，我猜啦。如果你喜欢的话呢，记得帮我按赞、订阅、留言，或者是也可以告诉我你觉得这些穿搭怎么样，或者是还想要看我拍怎么样类型的影片，也可以一起留言告诉我。好啦，那我们就下支影片再见咯，大家拜拜。